奥利弗·卡恩，这位身高1.88米的德国门神，在21世纪初统治了欧洲足坛，既是决定比赛结果的关键球员，又是足球场上的表演家。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对胜利强烈的渴望，铸就了德国足球的标志性人物。有卡恩镇守球门，哪怕来球极快、极高、极远，却始终难逃他的十指关。1987年11月的一个夜晚，由于主力门将被禁赛，18岁的卡恩在卡尔斯鲁厄迎来了职业生涯首秀。然而，他的首次亮相并不顺利，先是在对阵科隆的比赛中丢了4球，随后又在对阵不莱梅的比赛中丢了2球。在接下来的3个赛季里，他只能断断续续地获得一些上场机会，有时甚至只能为球队的预备队效力。1990年11月，在对阵波鸿的比赛中，卡恩在半场时替补门将亚历山大·访拉登场，他的表现堪称完美，从此牢牢占据了主力门将的位置。他充满领袖气质，是后防线的定海神针，更拥有野兽般的反应速度。在随后的几个赛季中，他为卡尔斯鲁厄队表现出色，帮助球队在1994年打入了欧洲联盟杯的半决赛。1994年夏天，25岁的卡恩毫无悬念地加盟拜仁慕尼黑，此时他已被公认为德国门将的未来之星。尽管膝伤让他在加盟初期缺席数场比赛，但他很快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卡恩不仅拥有坚定的意志，更是拥有强大精神属性的硬汉。1996年，这位不可替代的门神助拜仁问鼎欧洲联盟杯，在球迷心中的传奇地位就此奠定。截止到00至01赛季结束，这位德国门神连续赢得了4次德甲冠军，数座国内杯赛奖杯，更在2000和2001年2度荣膺德国足球先生。若之前还有人对他存疑，此刻也该烟消云散。卡恩这尊巨塔正是德国期盼已久的守护神。1999年欧冠决赛惜败曼联后，拜仁在2001年再度闯入欧冠决赛，这次的对手是瓦伦西亚。经过120分钟的鏖战，比分仍是1-1，最终通过残酷的点球大战决定胜负。卡恩化身球队英雄，扑出了西班牙球队6个点球中的3个，终为拜仁捧回追逐20余载的大耳朵杯。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欧冠胜利，他也毫无悬念地被评为决赛的最佳球员，并在当年金球奖评选中获得第3名。新赛季，卡恩被授予拜仁队长袖标，继续书写传奇篇章。当时他已然跻身世界最佳门将的讨论之列。这位空中霸主以惊艳表现征战赛场。2006赛季，他不仅完成了第500场德甲出场、第100场欧冠亮相的里程碑，更一举创下俱乐部连续800分钟零封的纪录。该纪录在2011年被刚加盟3个月的诺伊尔打破。他与慕尼黑队一起赢得了无数联赛冠军和杯赛奖杯，始终在门前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稳定性和那份舍我其谁的霸气。那些一次比一次震撼的神级扑救都成为他的标志性符号。而穿上德国队战袍时，这位门神同样延续了这样的辉煌表现。1996年欧洲杯，卡恩虽随德国队夺冠，却未获出场机会，直到2002年世界杯才真正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。整届赛事所向披靡的他，将德国战车一路护送至决赛，直面拥有罗纳尔多和里瓦尔多领衔的巴西队。卡恩在决赛中再次展现了出色的状态，直到第60分钟，他犯下了本届赛事中的唯一一次失误，一次扑球脱手，成就了罗纳尔多的致命一击，也让大力神杯从德国人指尖溜走。坚不可摧的防线仅仅崩溃了一次，却是致命的一次。尽管如此，卡恩依然被评为本届赛事的最佳球员，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将这一殊荣授予一名门将。考虑到他在韩日世界杯上的神勇表现，完全配得上这座奖杯。尽管他继续为国家队效力，但在2006年世界杯中，他成为了无敌战舰阿森纳门将莱曼的替补。当德国队在半决赛遭意大利淘汰时，他只能坐在替补席见证巴拉克们的悲情时刻。卡恩的形象早已成为传奇，那张棱角分明的面孔，那头标志性的乱发，以及令所有前锋望而生畏的凶悍气场，任何单刀面对他的进攻者都会在交锋前就心生怯意。这段辉煌的职业生涯源于日复一日的苦修，训练场上无数小时的淬炼，与生俱来的专注力，使得卡恩成为一台无懈可击的扑救机器。他固然能用经验扑救取悦球迷，但更以极致效率与门将智慧树立标杆，无论是手上功夫还是脚下技术。卡恩这位门前巨人延续了德国伟大门将的传统。
职业生涯出场超过800场比赛，俱乐部与国家队的集体与个人荣誉更是不计其数。但卡恩最令人铭记的，永远是那份近乎冷酷的威严。这种性格既能让防守队员感到安心，却也常常对自己、队友甚至对手都苛刻至极。当国家队好友克洛泽在比赛中轻微冲撞他时，这位巨人立即暴怒反击，那股难以掩饰的凶悍本色展露无遗。正是这些鲜明的性格特质，铸就了他享誉足坛的威名。再加上他在赛场上的各种精彩表现，让拜仁球迷们给予了他无尽的认可与尊敬。简而言之，那些惊艳的扑救、难忘的领袖气质以及满腔的热情，完美诠释了门将卡恩的存在意义。2008年5月17日，卡恩宣布退役，结束了长达21年的职业生涯。他的离开，同时也宣告德国足球一个时代的结束，球门前再无失望。